让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一个华尔街那些穿著名贵西装、满嘴术语的基金经理们绝对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。如果不把这件事想清楚，你的后半辈子无论在股市里赚过多少钱，最终都极有可能毁于一旦。在投资这个充满血腥味的游戏里，有90%的人最终都输在了不会卖股票这一点上。这听起来很讽刺，不是吗？你们花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盯着发光的屏幕，研究那些花花绿绿的线条，四处打听所谓的内幕消息，只为了寻找下一个能让自己一夜暴富的买入点。你们像是一群在草原上疯狂追逐猎物的狮子，眼里只有进攻，只有获取，只有贪婪。但是你们却在如何保住胜利果实，如何安全撤退这件事情上，表现得像个只有5岁智商的孩子。大多数散户的命运是注定的，你们在牛市的狂欢中追涨，在泡沫的顶端因为贪婪而加注，最后在市场崩盘的底部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割肉离场。你们忙忙碌碌一辈子，结果往往是纸上富贵一场空。你们不是在投资，你们是在给市场送钱，是在充当这个庞大金融机器的燃料。我是查理·芒格，我活了99岁，作为巴菲特的搭档，我这一生坐在前排，观看了太多次愚蠢的表演。我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，见证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硝烟，更目睹了无数次金融泡沫像肥皂一样破灭，又像野草一样重生。我今天不想教你怎么变聪明，因为那太难了。大多数人的资质决定了他们成不了爱因斯坦。我只想教你一件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做到的事，如何避免做蠢事。投资不是比谁更聪明，而是看谁能更少的犯傻。如果不学习如何在危机来临前撤退，你赚再多的钱也只是暂时的保管者。今天我要通过我的逆向思维模型，教你3条关于卖出的黄金法则。这不只是投资策略，更是为了让你运用财务斯多葛主义，在市场崩盘时能够远离灭顶之灾。如果你不想再当被收割的韭菜，而是想学会如何打一场漂亮的防守战，慢慢变有钱，那么请你坐下来，即使这番话会刺痛你的自尊心，也请你耐心地听完。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，那我永远都不会去那个地方。这就是反向思维的力量。同样，如果你知道你会亏在哪里，避开它，你就是赢家。首先，我们来谈谈第1条法则。当买入的理由消失时，你必须果断卖出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无用的废话，对吧？但在真实的股市修罗场上，这却是最难执行的一条铁律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有一种深植于基因的心理缺陷，叫做承诺一致性倾向。一旦你买入了一只股票，你就会潜意识地爱上它，就像爱上你的孩子，或者爱上一个已经变心的伴侣。你会无视所有的坏消息，只盯着那些微不足道的好消息，通过自我欺骗来维持内心的虚假平静。这在我的思维模型中对应的是什么呢？这对应的是能力圈的边界破裂，或者是企业的护城河被填平了。试想一下，当初你为什么买入这只股票？也许是因为你看到这家公司每年都有稳定的销量增长，就像当年的苹果公司推出第1代智能手机一样。你买入是因为它的创新能力，是因为它拥有无可撼动的品牌优势，是因为它的竞争对手都在它的阴影下瑟瑟发抖。但是商业竞争本质上是生物学上的适应性进化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。
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家公司不再创新了，它的产品开始变得平庸，甚至被竞争对手超越，它的市场份额开始被那些更年轻、更饥饿的狼群撕咬，这时候你还能继续拿着吗？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这一段让无数投资者痛彻心扉的历史现场——宏达电。请回想一下这只曾经的股王，代号2498。在2011年，宏达电的股价曾经冲上1300元的天价，那是智能手机产业的辉煌时刻。当时每一个拥有宏达电股票的人都以它为荣，甚至把它当作传家宝一样买进。大家相信这家公司会永远称霸世界，相信安卓系统的红利吃不完。但是当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格局发生巨变，当苹果和三星筑起了高高的专利高墙，当中国大陆的手机品牌开始用极致的性价比崛起时，宏达电的护城河其实已经干涸了。它的竞争优势不再是独一无二的，它的产品不再具有定价权。这时候你当初买入的理由高成长、强壁垒其实已经彻底消失了。可是当时有多少投资者做到了果断卖出呢？非常少。绝大多数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们把长线持有这4个字当成了逃避现实的借口。他们看着股价从1300元跌到1000元，心里想着没关系，这是好公司，我是长线投资者，我要陪他渡过难关。跌到800元，他们想反正已经赔了，再等等看吧，也许会有反弹。跌到500元，他们开始自我催眠，这只是市场错杀，主力在洗盘，最后跌到剩下2位数。这些人的财富就这样在无休止的等待和自我欺骗中灰飞烟灭。这不是投资，这是在赌运气，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。在这个时刻，你需要启动我最推崇的逆向思维。你要问自己2个非常残酷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反过来想，如果我看空这家公司未来5年，有什么致命因素会导致它跑输大盘？答案显而易见，它的护城河没了，它的竞争对手太强大了。第二个问题，未来5年这家公司的获利有可能翻倍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，甚至你心里有一丝犹豫，那么继续持有这只股票就是在做蠢事儿。你只是把你的血汗钱绑在一辆已经熄火甚至正在滑向悬崖的车上，期待它能重新发动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与其这样，你还不如把钱换到长期稳健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，或者是那些真正拥有持久竞争力的公司上。记住这句话，持有的理由一旦失效，就是卖出的时候。这不是对公司的背叛，这是对你自己的钱包负责。你可能会说，要承认自己看错了很难。没错，这非常难，这违背了我们的人性，因为承认错误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，等于承认自己是个笨蛋。但是连我这样活了快1个世纪的老头子也曾经犯错。我曾经公开承认我在阿里巴巴的投资上犯了错误，我看错了零售业的竞争格局，我低估了竞争的残酷性。但这正是理性投资者的标志。当发现自己的判断依据不再成立时，不会因为自己是大师就应用，我们会理性的检视，然后做出调整，挥刀斩断错误的仓位。这就是财务斯多葛主义的精神。我们控制不了市场的变化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。当你发现公司的基本面变质了，例如财报出现了造假的嫌疑，或者是核心竞争力丧失了，请不要陷入沉没成本的陷阱。不要去想你当初买进的成本是多少，
不要去想你现在卖掉会亏多少钱，市场不认识你，市场也不在乎你的成本。这时候卖出是为了保本，是为了保留你珍贵的本金，让你有实力去寻找下一个真正值得持有的传家宝级别的好公司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掉进了洞里，第一件事就是停止挖掘，卖出错误的股票就是停止挖掘的那一刻。这需要极大的勇气，但这也是散户通往专业投资者的必经之路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条黄金法则。这条法则关乎你的生存，也关乎你是赚小钱还是赚大钱，那就是提前设好目标价和追踪止损。我知道，听到这里，很多自诩为价值投资者的人会跳出来反驳我，查理，你不是教导我们要像巴菲特一样，买入伟大的公司并持有到永远吗？设定止损和目标价，难道不是短视的投机行为吗？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误区，一个害死无数人的误区。我和沃伦说的长线持有，是针对那些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拥有上帝般护城河的伟大公司，例如好事多，例如可口可乐。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坚不可摧，即便遇到核战争，只要人类还存在，他们就需要这些产品。但是请你诚实地看看你的账户，你手里持有的那些股票真的是这种级别的伟大公司吗？大部分时候你们手里的只是平庸的公司，或者是周期性很强的股票，甚至是仅仅因为听了一个小道消息就买入的垃圾股。对于大多数我们持有的普通公司，你必须懂得保护自己。让我们来看看前几年发生的航运股之乱。当时的航运巨头们股价在极短的时间内翻了好几倍，全市场的投资者都在疯狂追逐，大家都在讨论航运股还会涨到哪里。当时的市盈率看起来很低，获利看起来很高，所有的利多消息都在天上飞。这时候如果你没有设定目标价，没有设定追踪止损，你会发生什么事？你会陷入一种集体幻觉，你会误以为这种周期性的暴利是永恒的。你会在股价开始崩跌的时候，依然幻想着它会涨回去。你会告诉自己，这家公司赚这么多钱，股价不可能跌这么多。结果呢，股价腰斩再腰斩，许多人把赚到的钱全部吐了回去，甚至还倒赔。这时候卖出不是为了猜测头部在哪里，没有人能猜到头部，只有骗子和上帝知道最高点在哪里。这时候卖出是为了运用物理学中的临界点思维。任何周期性的繁荣，在达到临界点后，必然会回归均值。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机制，叫做追踪止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利润奔跑，但又给利润设一道安全网。假设股价一路冲到了500元，你很开心，你没有卖出，因为趋势还在向上。但万一市场突然反转，股价回调了20%，跌到了400元，这时候系统会自动帮你卖出。你看，虽然你没有卖在500元的最高点，但你依然锁住了巨额的利润。这里没有情绪波动，只有纪律。这不叫投机，这叫机会成本的管理。如果你把钱死死套牢在一只正在下跌的股票里，你失去的不仅仅是钱，更是机会。你的钱变成了死钱，当下一个真正的机会，比如下一个苹果或特斯拉出现时，你只能干瞪眼，因为你没有子弹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如此看重现金的价值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现金是懒惰的资产，会被通货膨胀吞噬。但在我眼里，现金是投资者的氧气，是至高无上的选择权。当市场疯狂的时候，所有的资产都贵得离谱。这时候你卖出股票，换回现金，你就是在打防守战。你把筹码收回来，耐心的等待。等待什么呢？
等待市场情绪崩溃，等待遍地黄金的时刻到来。拥有现金能让你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，能让你在市场崩盘时从容地弯腰捡起便宜的优质资产，这就是反向操作的精髓。如果你手里全是套牢的股票，就算机会来了，你也只能做一个旁观者。接下来我要谈一个更严肃的话题，这也是我反复警告年轻人的关于债务与杠杆。我们为什么需要止损？为什么我们拿不住股票？往往是因为我们害怕波动。而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波动？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的钱不是自己的，或者那是他们输不起的钱。很多年轻人急着想发财，急着追热点，他们看到别人赚快钱，心里就产生了嫉妒。我说过，嫉妒是唯一没有任何乐趣的罪恶。因为嫉妒，他们开始使用融资，甚至借信贷去炒股。他们想要放大获利，但是他们忘了杠杆也会放大亏损。听好了，债务是毒药。如果你是用闲钱投资，股价跌了 50%， 你可以不理它，你可以等它涨回来，你依然睡得着觉，你的生活品质不会受到影响。这就是不赔钱原则的基础。只要你不卖，你就没有实现亏损。但是如果你开了杠杆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只要股价震荡个 10%， 你就可能会面临融资追缴的压力，你的心态会崩溃，你会在黎明前的黑暗被迫砍在最低点。这就是我所说的灭顶之灾。一旦你因为杠杆而破产，你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复利效应对你来说就彻底结束了。0乘以任何数，结果都是0。所以设定止损，设定卖出点，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我们自己陷入人性的弱点，更是为了防止我们陷入打工思维。什么是打工思维？就是你每天盯着盘面，心情随着股价上上下下，赚了一点钱就沾沾自喜，赔了一点钱就痛苦万分。你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盯着屏幕的劳工，而不是资产的主人。真正的资本家，真正的理性投资者，是利用规则来管理风险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，什么时候该撤退。这就是职场阶梯思维与投资思维的巨大差异。在职场上，你可能习惯了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，但在股市里，如果你方向错了，越努力只会赔得越惨。尽量不要使用杠杆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已经赢过了一半的人，并且把节制消费当作一种习惯，努力打造储蓄空间。当你有足够的本金，你就不需要去冒高风险，你就可以践行我所说的慢慢变有钱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套投资哲学中最具有艺术性，也最考验人性的第3部分，那就是组合失衡时要敢于修剪与再平衡。这条法则听起来很学术，但它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，也非常的反人性。假设你非常有眼光，运气好到爆炸，你在很早的时候就买进了台积电，或者你买进了辉达，结果这家公司一路狂飙，涨了10倍。现在这张股票的市值已经占了你总资产的 70%。 这时候你看着账户里的数字，你会觉得很爽，你会觉得自己是股神，你会觉得自己拥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。你的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，告诉你不要卖，它还会继续涨。我为什么要卖？但是请你先冷静下来，这时候的你其实正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边缘。虽然我是一个提倡集中投资的人，我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把伯克希尔哈撒韦最成功的10笔投资拿掉，伯克希尔就只是一家平庸的公司。这句话常被很多人误解，以为我就是叫大家梭哈，
叫大家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，甚至是致命的误读。我之所以敢集中投资，是因为我对那些公司，比如好事多，比如可口可乐，拥有如上帝般的视角。那些公司在我的能力圈正中央，我知道这些公司就算遇到核战争，可能都还能卖出产品。这些是真正的传家宝。但是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对手上的标股真的有这种程度的了解吗？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，当一项资产的风险已经大到让你无法安睡时，你就必须启动园丁修剪理论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位照顾花园的园丁，你种了一棵果树，这棵树长得非常快，枝繁叶茂，甚至它的树枝已经延伸到了邻居的院子里，看起来生机勃勃。但是如果这棵树的树冠太大，而它的根基不够深，当台风季节来临的时候，这棵树很有可能会被连根拔起，甚至会压垮你的房子。这时候，作为一个理性的园丁，你必须拿起剪刀，忍痛修剪掉那些长得过于茂盛的枝条。在投资的世界里，这就叫做再平衡。当某个股票涨得太快，它的价格可能已经透支了未来3到5年的成长，它的市盈率已经高到了天际。这时候，它不再是低风险高报酬的资产，而是变成了高风险低报酬的投机品。这时候，你卖出部分持股，把这些获利了结的资金转移到那些暂时被市场冷落，但是基本面依然强劲，估值非常便宜的资产上。这个动作不仅仅是为了降低风险，更是为了享受一种神奇的数学魔法，叫做双向复利效应。请你仔细听好，这可能是你今年听到最值钱的概念。当你卖出高估的资产，你锁定了利润，避免了未来可能的回调风险，这是一重获利。然后你用这些钱买入了被低估的资产，当市场风向转变，资金从热门股流向冷门股的时候，你买入的这些低估资产开始上涨，这又是另一重获利。你就像是一个高明的冲浪者，在一个浪头快要破碎之前，优雅地跳到了另一个正在形成的浪头上。你永远让自己的资金处于效率最高、安全性最好的位置，这就是打防守战的最高境界。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，那就是关于锁定利润的思考。我要告诉各位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在股市里有太多人曾经拥有过上千万的账面财富，但是最后却是一场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懂得账面富贵不是真钱，只要你没有按下卖出键，那行数字就只是一个让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的电子讯号而已。它随时可能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股灾，或者老板的一句失言而瞬间蒸发。真正的财富是能够让你拥有说不的权利的资产。当你把股票换成了现金，或者换成了稳定的配息资产，这笔钱才是真正属于你的。你可以用这笔钱去还清你的房贷，去建立你的保本底仓，去为你的孩子存下教育基金。这时候，你不再是一个为了股价波动而焦虑的赌徒，你变成了一个为了家庭未来而运筹帷幄的守护者。我们要把打造储蓄空间这件事看得比赚取暴利更重要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都被一种叫做职场阶梯思维的东西给洗脑了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努力读书，找好工作，然后在公司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期待老板给我们加薪。这就是典型的打工思维，你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。但是投资的本质是要让你跳脱这个回圈。
当你通过再平衡，不断地将高风险的资本利得转化为低风险的生息资产，你就在慢慢累积你的富人冗余。当你手里握有足够的现金和稳定资产，你就有了底气。如果老板对你无理取闹，你可以随时说不。如果行业不景气，你可以从容地休息1年，去学习新技能。这才是投资真正的目的，不是为了买跑车，而是为了买自由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常说的无聊的有效。刺激的投资通常都伴随着巨大的毁灭风险，而无聊的投资像园丁一样日复一日的修剪施肥平衡，才能让你慢慢变有钱，并且守得住这些钱。讲了这么多方法，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做不到？这3条法则听起来这么简单，就像小学生的守则一样，但是90%的人，包含许多高智商的专业人士，都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阻碍你卖出股票的不是你的智商，而是深植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，那就是贪婪与恐惧，还有大脑的认知偏差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击败2个最强大的敌人：禀赋效应与锚定效应。什么是禀赋效应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会给予过高的评价。当你买进这只股票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跟它结婚了。你开始会无意识地忽略它的坏消息，放大它的好消息。你觉得它就是最好的，就像父母看自己的孩子一样，这会让你失去客观的判断力。而更可怕的是锚定效应，这是大多数散户灭顶之灾的根源。请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经验，假设你用100元买进了一张股票，后来它涨到了150元，你没卖，结果它跌回了120元。这时候你的大脑会被锁定在150元这个高点，你会想，曾经有150元我没卖，现在120元卖，我岂不是亏了30元吗？不，我一定要等它涨回150元我才卖。结果呢，股价继续跌，跌到了90元，你又会想，早知道120元就卖了，现在亏本了，我更不能卖，我要等它回本。最后股价跌到了50元，你彻底绝望了，你决定当作没看到，变成了僵尸账户。你看，在这整个过程中，你完全被过去的价格给绑架了，你没有再看看这家公司的未来，你只在看你过去的成本和那个曾经出现过的高点。这时候我会走过来，用我那犀利的眼神看着你，然后问你一个灵魂拷问的问题。请你现在就把这句话写在你的笔记本上，贴在你的电脑屏幕前。这句话是：如果今天你手里没有这只股票，你是空手的状态，你会愿意用现在这个价格去买入你手上的这只股票吗？请闭上眼睛思考3秒钟。如果你的答案是不会，我觉得这家公司现在问题很多，或者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还是太贵了，我不愿意买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那你为什么还留着它呢？这个逻辑是不是无懈可击？既然你现在不愿意买，代表你不看好它的未来，那你继续持有它，就等于是你每天都在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每天都在买入一个你不看好的资产。这是一个能让你瞬间清醒的冷水澡，它能帮你切断锚定效应的锁链，让你从过去的幽灵中解脱出来，让你回归理性的判断。除了这2个效应，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最痛苦的心理毒药，那就是嫉妒与错失恐惧症 FOMO。 在这个社群媒体发达的时代，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。你每天打开手机，就会看到隔壁老王或者是某个网红又在晒他的对账单。他买了虚拟货币赚了50倍，他买了最新的热门科技股赚了3栋房子，
这时候你的心里会产生一种剧烈的痛苦，你会觉得自己很失败，你会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研究财报、做价值投资，像个傻瓜一样。这种见不得人好的心态会彻底摧毁你的理智。我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，有人比你赚钱更快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这根本不关你的事。但是大多数人听不进去，为了追赶别人的获利速度，为了不落人后，你开始偏离你的能力圈，你去买你不懂的虚拟货币，你去追你看不懂的生技股，你去追热点、追标股，你告诉自己我只要赚一波就跑。结果呢，通常你进场的时候就是派对结束的时候，你不是去参加盛宴，你是去负责买单洗碗的。因为嫉妒而产生的投资行为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。你要明白，每个人的复利曲线都是不一样的。那些赚快钱的人，他们承担了你无法想象的风险，或者他们只是单纯的幸存者偏差。你只看到了吃肉的狼，没看到被打死的狗。你要专注于你自己的跑道。我这一生都在践行财务斯多葛主义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承认这个世界充满了疯狂，承认总会有人比你幸运。但是我不受这些外在因素的干扰，我只专注于我有把握的事情，我只赚我看得懂的钱，哪怕我的速度很慢，哪怕我一年只赚10%，但是只要我能长线持有，只要我能保证我不犯大错，只要我能保本，时间将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复利的魔力不在于暴利，而在于持久。只要你活得够久，只要你不死在半路上，那个看似缓慢的复利曲线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加速，把你带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高度。这就是慢慢变有钱的智慧。所以当你下次看到别人晒赚钱截图的时候，请你在心里默念一句我的咒语，那是他的事，我有我的节奏。然后关掉手机，回去读你的书，回去研究你的公司，回去陪伴你的家人。卖出从来不是结束，而是投资循环的一部分，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今天一起走过了这3条铁律，这也是我们人生下半场的生存智慧。第一，当我们看错了，或者是企业的护城河干涸了，我们要勇于承认，不要做那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。第二，当市场价格高得离谱，为了避免灭顶之灾，我们要懂得保本，要懂得把纸上富贵换成真金白银。第三，当风险过度集中，为了内心的平静，我们要实践财务斯多葛主义，敢于修剪我们的投资花园，运用双向复利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或者说到了你们想要为未来负责的年纪，投资不再是为了与年轻人争强斗胜，不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，投资是为了守护我们辛苦打拼一辈子的积蓄，是为了给我们的家庭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。不要只懂得在职场爬梯子，更要懂得在资本市场布局。虽然存下第一桶金的过程像地狱一样艰难，需要极度的节俭和自律，但只要坚持过来，那种无聊的有效会让我们拥有一个优雅且富足的晚年。请记住，投资是一场无限的游戏，重点不是这一局你赢了多少，而是你能不能一直留在牌桌上，直到最后。从今天起，别再盯着每分每秒跳动的价格做白日梦了，去读书，去思考，去建立你的多元思维模型。反过来想，总是反过来想，如果不做这件事，我的财富会更安全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去做。我是理性的信徒，希望这段长篇大论能像一颗种子种在你的心里。在未来每一次你手指颤抖着想要按下卖出键，或者贪婪的想要追高的时候，
能让你多一分理性，多一分从容。我们下期见。